大家好，我是晴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懂它的人赚到它，不懂它的人付给它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玄，但你今天把这支影片看完，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奇迹其实一点都不玄。复利这个东西没有立场，它会让有钱人越来越有钱，也会让负债的人越来越穷。关键不在他站哪边，关键在于你站在他的哪一边。今天我只想让你真的看懂4件事。第一，复利到底是什么？第二，它为什么前面很慢，后面却像失控一样往上冲？第三，它真正吃的不是天分，而是时间、纪律，还有不中断。第四，它不只会放大你的投资，也会放大你的负债。复利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先从最白话的方式开始。复利就是利息会自己生利息，听起来有点绕，但用一个例子你就秒懂。假设你现在有100元，每年稳定赚10%，第一年100元赚10元，你手上变成110元。第二年，这里开始有趣了，不是原本100元再赚10元，而是110元再赚10%，所以你赚到的是11元，总共变成121元。第三年121元再赚10%，你会变成133.1元。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每一年赚到的钱都在变多，因为不只是本金在帮你赚钱，连你之前赚到的利息也开始加入，一起帮你赚下一轮。这就是复利最本质的意思，钱生钱，然后钱生出来的钱又继续生更多钱。你可以把它想成滚雪球，前面球很小，看起来普通，但只要你一直滚，一直不打断，它就会越滚越大。那为什么复利会被叫做奇迹？因为它最反直觉的地方在于前面很慢，慢到你会怀疑它到底有没有用。很多人第一次听复利都会觉得就这样，每年多一点点，哪有很厉害？对，前面看起来真的不惊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复利很重要，最后却还是吃不到它。因为在前面那一段时间，它真的很像没什么感觉。举个更接近现实的例子，假设你有100万，放进像大盘 ETF 这种长期平均报酬大概7%左右的工具里，第一年大概变成107万，10年后大概接近200万，20年后大概接近400万，30年后大概会超过700万。你会发现，前面看起来只是慢慢涨，但越到后面，成长速度越夸张。这就是复利最可怕的地方，它不是线性成长，它前面像散步，后面像下坡失控。这句一定要记住。很多人对复利最大的误会，就是只看前面那一段。他会觉得，现在本金不多，投也没什么用，每个月才投几千块，感觉改变不了人生。等我以后收入高一点再开始，现在先等等，之后再说。但直接讲，复利最吃的不是你一开始本金有多大，它最吃的是时间。很多人以为投资最重要的是本金，但如果你把时间拉长看，你会发现本金很重要，报酬率也很重要。因为只要时间够长，你前面每一轮赚到的东西都会留下来，继续帮你滚下一轮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早开始，不是因为你比较聪明，而是因为你给了复利更多时间。想知道你的钱多久会翻倍？有一个很实用的口诀，这里补一个很实用的小工具，72法则。什么意思？你用72去除以你的年化报酬率，大概就能估算你的钱多久会翻一倍。例如，年化7%，大概10年左右翻倍；年化10%，大概7年左右翻倍；年化1.5%，大概要48年左右才翻倍。所以你现在应该就会更有感觉了，为什么定存很难靠复利改变人生？不是因为它完全没用，而是它太慢，慢到你人生都过了很长一段，它才终于翻一倍。这也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，不是存银行不行，而是如果你想靠时间把资产拉开差距，报酬率不能太低。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复利很强，却还是吃不到？因为很多人撑不到那一天。理论上大家都知道复利很厉害，但实际上很少人真的能长期吃到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中间会一直把它打断。例如，
一跌就怕，一没感觉就停扣，一看到别人赚更快就跑去追别的，一有点压力就整个中断，前面嫌太慢，后面根本没等到。所以很多人不是不懂复利，而是他没有活成复利喜欢的样子。复利喜欢什么样的人？不是最会猜底的，不是最会追标股的，不是最聪明最会喊盘的。复利真正喜欢的是愿意长期投入的人，愿意稳定持续的人，愿意不被短期情绪拖走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复利，比起一直问哪一只会飙，哪个进场点最神，哪个月赚最多，你更应该先问的是，我有没有能力让自己稳定做10年、20年、30年？因为复利不是靠激情赢的，它是靠时间、纪律还有不中断。复利要发威，至少有3个条件，帮你收成3个最重要的条件。第一，时间要够长。这个刚刚讲很多次了，因为复利真正可怕的力量都藏在后面。第二，报酬要是正的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复利不是只会放大你的获利，它也会放大你的错误方向。如果你长期报酬是正的，复利会站在你这边；但如果你乱压、乱追，一路是负报酬，那复利也会帮你把亏损越滚越大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分散、长期，不乱压单一标的，尽量站在比较大概率为正的方向。这些不是保守，而是让复利有机会站在你这边的方法。第三，心态要稳，这个是很多人最容易输的地方。你每一次一跌就逃，一涨就全压，一没感觉就停掉，一慌就乱换标的，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，打断你的复利曲线。真正让人受益的，很多时候不是投资得多神，而是让钱留在市场够久。复利不是只会帮你变有钱，它也会让你越变越穷。这一段一定要讲，因为很多人一提到复利，脑中只想到投资、成长、变有钱。但前面一开始就讲了，复利没有立场，它可以让你的资产越滚越大，也可以让你的负债越滚越可怕。举例来说，你今天刷了一张信用卡10万，年利率15%，如果你没有赶快把它清掉，而是只缴最低，一直拖着，那你的债务也会开始复利。1年后不是只有10万，2年后、5年后、10年后，它会越滚越大。而且很残酷的是，高利负债的复利速度常常比你的投资复利还快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那只投资前该做什么一直在讲，投资前先清掉高利债务，不然你会变成一个很荒谬的状态，一边想靠复利变有钱，一边又用复利把自己往下拖，而且通常拖垮你的那一边还比较快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懂了，为什么这期想讲，为什么钱会在时间里慢慢失控。因为复利本来就没有立场，你不主动站到它对的那一边，它就会默默把你推到错的那一边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集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复利就是让你赚到的钱继续留在里面，帮你赚下一轮。第二句，复利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慢慢变多，而是它后面会突然放大。第三句，复利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报酬率，而是时间、纪律还有不中断。第四句，复利有2面，它会放大你的投资，也会放大你的负债。所以如果你今天问复利到底厉害在哪，回答你，它厉害的不是让你一夜变有钱，它厉害的是让你在时间里慢慢跟别人拉开差距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复利这件事讲明白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